晚上回家，遇见黄鼠狼讨口风。他问爷爷：后生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？爷爷直接用铁锹砸断了他的尾巴。我看你像个畜生。隔天，爷爷被发现死在了茅坑里，村里人都说他是喝醉酒自己掉进去的。只有我知道他不是，因为爷爷的衣服上挂着一簇黄毛。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民间尘封录。大年30，我和爷爷一起从小姑家回来，往常走小路最多绕半个小时。今天爷爷喝醉酒了，硬要拉着我从树林里奔过去。这片林子白天时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玩的时候进去过好几次，里边也蘑菇很多。可自从小时候我采了一次回去，被我妈全部扔出去后，我就再也不敢进去了。我妈说那是坟头菇，吃了要短命的。二虎笑我说那蘑菇放小鸡里一炖，香得浑身都冒泡。可就是这小鸡炖蘑菇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二虎了。他爸妈找了许多地儿，有说被野狼叼走了，也有说他自己离家出走了，最差的就是游泳淹死了。二虎爸妈无奈，求了隔壁村的张瞎子过来。张瞎子拿了件二虎的衣服闻了闻，全白的眼珠子眯成一条缝，说了句：吃了人家的东西就是人家的娃了。他们想不明白二虎到底吃了什么，只有我知道，二虎很有可能进了山，死在了山里头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不敢再进山了。可现在爷爷说要从里面奔过去，我打心眼里不愿意，拉着他劝道：爷爷，我们还是走小路吧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万一在林子里绊倒了，摔里面半天都没人发现。而且我妈不让我进去，我看了眼黝黑的林子深处，里头仿佛蛰伏着我看不见的怪物。爷爷掌起铁锹舞了舞，净瞎说，白瞎你还是大学生了，你妈那是妇人之见。走，爷爷带你破除封建迷信，哪个敢来？我一铁锹拍死他！我犟不过这老爷子，被他拉着往里走。月色惨白，枯树枝的影子投射在地上，像狰狞扭曲的手爪一样。这天冷的，连小动物都没几只，可偏偏在我以为没事的时候，窜出来只戴着瓜皮小帽的黄皮子，像个4、5岁小孩那么大，蓬松的尾巴搭在身后，身上一件半新不旧的褂子，像是偷来的，穿在身上空落落的。他一下子站定在我们面前，乌溜溜的眼珠子直勾勾盯着我们瞧，最终停在爷爷身上。后生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？怪异尖细的声音从他半张的尖嘴里发出，说这话时，他还跟人一样摇摆起来，一上一下，脑袋也随着一起摆动。我吓得一哆嗦，凉气直冲天灵盖。爷爷眯着眼仔细瞧去，拿起铁锹一下砸了过去。我看你像个畜生，滚开！你这只不知死活的鬼东西，学点招式就装人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鲜黄皮子躲闪不及，那条尾巴直接被砸断了。逃跑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朝后望的眼神里积攒着浓烈的恨意和怨气。爷爷把尾巴捡了起来，挂在铁锹上，回头给你奶做个鞋垫子。我吓得不知所措，这老爷子喝醉了酒，胆子比鬼还大。刚那黄皮子分明在向爷爷讨口风。我带着他一路匆匆往回赶，跟撞见鬼似的跑得飞快。原以为这事儿很快就过去了，可后来我才知，这仅仅是开始。第二天天微亮，茅房里就传来奶奶哭天喊地的呼喊声。等我赶过去时，发现茅坑里爷爷半个身子搭在外面，整个上身扎了进去，一动不动。村民拉着他的脚把他拖了出来，一股恶臭在冷风里一吹，扬得四处都是。他们都说爷爷是酒喝多了，半夜上茅房，
一不小心栽了进去。奶奶还在那边边哭边骂：“死老头子，叫你少喝点，非不听，现在去当酒鬼了，你如意了。”我爸抹了把泪，准备把爷爷的仪容清理干净，可当脱他衣服时，我赫然看到一簇黄毛挂在了上面，飘悠悠地落在地上。我悄悄走过去，仔细一看，浑身都僵了。这不是黄鼠狼的毛吗？难道说那东西昨晚跟回来了？爷爷的死和他有关？我等人群把爷爷抬去堂屋的时候，拉了拉我爸的袖子，把昨晚的事情悄悄说了出来。我爸眉头一皱，冲我妈使了个眼色，小声吩咐了几句。一会儿，我妈神色凝重地回来了，那尾巴不见了。她紧张地检查着我的身上，确保我衣服上没有黄毛后，才问我：“你爷爷真的没给他风筝？”我点点头，隐约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。话儿了，老爷子喝醉了说错话了，这不是坏他修行吗？可不得遭他报复。我爸看了眼地上的黄毛，捡起来偷偷藏在了自己口袋里。两人神色慌张，担忧地互望一眼。你今儿就回学校去，我爸吩咐道。我妈急匆匆地回屋去帮我收拾行李。春节第一天，别人家热热闹闹的在过新年，而我家挂满了白布，办起了丧事。我被我爸开车送到了高铁站，他压着我不让我回头，直到看我进站了才转身离去。可我刚进站，就碰到了村里的细婶，她在人群外使劲唤我，神色慌乱。好奇之下，我走了过去。苏婷，你奶出事了，快跟我回去。她拉着我的手拼命往外扯，枯瘦的手掌握在我手腕，冰得我打了个寒战。出啥事了？我走时，她还好好的，一边哭骂爷爷喝酒活该，一边又说怎么不带他一起走。你奶出去给你爷爷买丧服，摔沟里头了。我一听，急忙出站跟他一起走了。半路的时候，细婶说要去买些香烛一类的，让我先走。我在门口随手打了辆车就往回赶。一进家门，我爸正举着黑狗血在撒墙根儿，见到我回来，一下子愣在那里。不是让你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把细婶的话说了出来，忙问他奶奶在哪里。门口，奶奶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铁生，你妹妹回来了没有？”我爸抖着嘴唇，脸色青白：“这是他不让你走啊！”我这才明白过来，我是被骗回来了。细婶前些时候上香熏了眼睛，连10里地都走不远，别提走30多公里来找我了。那时候我只担心奶奶的身体，完全没想到细婶怎么会那么精准地找到我，好像是跟在我爸后头一样。而且她叫我的时候，旁边人来人往，没有一点反应，好像看不到她一样。忽然间，我想起今天细婶的装扮，穿的一件红黄褂子，线头露在外面，好像就是那黄皮子身上穿的那件。她把我带了进去，我妈瞬间明白了，眼泪积在眼里打转。奶奶恨恨地拍了下爷爷的棺材：“死老头子，喝了点酒就闯祸，连累孙女都跟着你倒霉。”他们付了600块，找了2个8字硬的村民一起守夜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外头静悄悄的，窗外的树影借着月色投在墙上。就在我眯着眼快要睡过去时，突然间一个机灵，发现哪里有些不对劲了。那树杈子的影子好像长了些，一开始只有手臂那么短，现在快顺着墙壁延伸到我床边了。一团黑黢黢的东西顺着长长的阴影在往我这边爬，我惊得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披尖了嗓子喊救命。那影子好像被惊到了，瞬间站了起来，朝我飞快扑来。就在我闭眼格挡的时候，听到一声尖利的野兽叫声，房门被撞了开来，爸妈握着棍子冲了进来。我吓得连滚带爬，指着墙上的树影：“
语不成句。可那树影早就变成了原样。我爸拉开窗户咒骂了一声：“该死的畜生，怪不得成不了人。”树杈子摇晃了下，重新归于平静。我妈拿开枕头，赫然发现他们白天给我塞的一把剪刀成了两半。我奶披着衣裳抢过我爸手里的棍子，要去砸爷爷的棺材。好说歹说被劝住了，他把棍子一丢，发了狠说道：“老头子招来的祸，不能让他把我们一家都霍霍了。明天把张瞎子请来。”我爸点点头。一大早的时候，趁着大家伙还没来，我爸把隔壁村的张瞎子接了过来。他一进来就直奔我的方向，要不是两只眼中子浑白，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没瞎。张瞎子拉起我的手闻了闻，又立刻甩开，拿起一旁的黄纸擦了擦，一身的黄皮子味儿，这是死到临头了。我抬起手闻了一遍，愣是没闻到身上有什么味道来。我爸急忙问张瞎子该怎么办，他拉了条凳子坐了下来，拐杖支在手心里，发出两声冷笑：“怎么办？坏人功德，当然以命相抵。”我奶跳了起来，指着棺材说道：“老头子的命还不够吗？我孙女做错啥了，还要给那畜生抵命？”张瞎子瞪着白蒙蒙的眼珠子，直勾勾望向我：“丫头，你属虎的。”我不明所以，畏惧的点点头，又想到他看不到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是属虎。”张瞎子算了算，那天夜里，要是你劝住了你爷，你去给他封正也是可以的。可你爷冲动坏了事，而且这黄皮子狡猾啊！你爷说像人，既给他封了正，又把自己的气运分了他一半，后面也没几年好活了。但他若说像神，张瞎子冷笑一声：“你爷恐怕赔进去的，不只是自己的气运，还有子孙后代无穷的气运。一个普通人哪有那么大的气运分给他？所以铁生他妈，你好好想想，你们真没得罪过那黄皮子吗？”奶奶愣住了，这老头子年轻时是打猎的，性格又虎，要是山里头不小心碰到了他，说不定能给他一梭子，莫不是早些年得罪过他？听到这话，我突然想了起来，那黄皮子好像有只眼睛是瞎的，当时天黑，我没看清，也不敢看，匆匆一瞥，就把头低了下去。张瞎子摸着自己的胡子感慨：“怪不得，这都是债哟。可老爷子已经还债了，为什么还报应到我女儿身上？”我爸愤愤不平：“跟畜生讲道理，那他就不会弄死你爸了。”一句话堵得我心里发梗。说到底，年轻时爷爷血气方刚，可能打了他一只眼睛，所以他特意来找爷爷讨口风，让他拿自己的气运或者子孙后代的气运来还债。可没想到爷爷直接砍断了他尾巴，这下子旧仇新怨缠在一起，怕是没完了。张瞎子让我天黑了去山上找柳仙救命，要是找不到，那就提前给家里人都备好棺材吧。柳仙也就是蛇仙，在东北，胡、黄、白、柳、灰为五大仙，现在家里头供奉仙儿的人几乎没了，所以我去哪找柳仙救命？我爸给张瞎子递上了5瓶好酒，都是老爷子生前在柜子底下藏着的，就得他一个人去，你们谁去都不顶事儿。张瞎子把酒拎在手里，出门时交代道：“回头警醒些，别让野猫进来了。我们都知道乡下野猫多。”可爷爷死的第2天，不知为何，全村的野猫都围在了门口，想要进来。村里人一脸惊奇，老一辈的则变了脸色，悄悄把我爸拉到一旁，问起爷爷的死因。我爸瞒不住，交代了出来。村长他们脸色复杂，良久，叹了口气，召集了几个年轻力壮的，各拿着根棍子守在门口，把野猫赶走。今天这野猫像吃了兴奋剂一样，不仅一点也不怕人，
还凶得很，丢给他们鱼也不吃，反倒把内脏全都扯出来丢在一边。我跪在爷爷棺材前，心里瘆得慌，更有亲人去世的悲哀和心痛。其实那天本来是小姑叫姑父把爷爷送回来的，但姑父忽然说胃疼，所以爷爷从门口拿了根铁锹，就说自己走回来。想到姑父，我猛然想起，爷爷去世2天了，为什么小姑他们还没回来祭拜？按理说，他们昨天就应该出现了，为什么丧都报了，人还没迎？我忙问一旁的母亲：“我小姑呢？”母亲愣了下，昨天说豆豆生病了，2口子把豆豆连夜送去了医院，这会儿应该往这里赶。豆豆是小姑的儿子，小姑嫁过去10年才生下的他，平时一直宝贝得很，但这孩子性格有些内向，不喜欢和人交流，倒喜欢和小动物在一块儿。3岁的时候，小姑家特意养了只宠物猫陪他。我每次去，都看到他抱着那猫在讲话。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扰乱，那些野猫发了疯一样，好像听到了什么指令，一个劲儿往屋里钻。本来那些村民不敢下手，可野猫都往上冲了，没办法，几棍子下去，有只黄色的橘猫被捅了出去，一声尖利的喵呜声叫得让所有人都头皮一麻。我拿起棍子出去帮忙，可谁也没看到，有只猫竟然从屋顶窜了下来，直直地掉在爷爷的棺材上。小喜，那不是豆豆的猫吗？小喜是一只三花猫，尾巴尖上有一簇白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它在棺材板上伸出爪子，急促地抓着，仿佛里面有什么吓人的脏东西一样，身上的毛全部炸了起来。从喉咙里发出的喵鸣声又低又沉，我妈赶紧上去要把它赶跑，却被它反手挠了一爪子。奶奶骂骂咧咧点了黄纸扔过去，猫怕火，扭头就跳了下来。这一跳，外面的野猫也全都不见了。正当我们以为结束了的时候，身材板里忽然发出一阵刺挠声，好像爷爷在里面抓木板一样。院子里所有人都面相惨白，身材板从一开始的抓改为拍，被定住的盖子开始往上震动，一只棺材钉掉了下来。糟了，猫惊尸了，快去压住！村长当机立断，我爸冲过去，也不管孝不孝顺了，直接爬上棺材板抱了上去。爷奶操起手里的棍子，胡乱朝棺材打去。老头子，死了你就安分点，一家子都被你祸害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要是不甘心，就把我带下去好了。过了许久，棺材终于安静了下来，可从底部慢慢渗出一层粘稠的血，黑红色的血又腥又臭，直接沿着台阶往下淌。陡然间，棺材钉脱落的声音响起，所有棺材钉都崩落在了地上。母亲眼疾手快，一把把父亲拽了下来。想间，盖子直接被掀飞，爷爷穿着黑白寿衣坐了起来，僵挺着身子，眼珠子灰蒙蒙的，像蒙了一层膜。村里还在不停地咀嚼着什么，黑色的血丝从嘴角缝淌下。这铁生把自己舌头给吃了。村长大惊，所有人头皮都麻了起来，胆小的已经开始丢下棍子往外跑。爷爷从棺材里跳了出来，几个回合就不见了人影。剩余的村民一哄而散，好好的丧事连尸体都没了。小姑回来时，见到一屋子凌乱，问人呢。父亲抹了把脸，抖着唇，止不住身上阵阵发冷。跑了，都跑了。啥跑了？你爸跑了。奶奶哀嚎道，这死老头子被豆豆的猫给惊了，跑了。父亲后知后觉地从里屋翻出砍柴刀准备出门，却被母亲拦在那里，不能让爸成了村里的祸害。奶奶坐在堂前，恨声说道，我就坐在这里，看那老头子敢不敢动我。小姑转了个圈，脸色怪异，好好的，怎么就诈尸了呢？小姑，
豆豆的猫怎么在这？我忍不住插嘴道。那猫平时也只认豆豆，养得比狗还乖，前2天就不见了，我们找遍了，还以为它被野物叼走了呢。豆豆呢？我往它身后望去，居然只有它一个人回来了。豆豆还在医院，你姑父陪着呢。小孩子娇气，硬要个人陪着。父亲问他什么病，小姑遮遮掩掩，最后说道：没啥，就是白天玩疯了，晚上受了凉气，发烧了。发烧了，我拧着眉头不说话。豆豆因为是小姑好不容易得来的，所以平时看得紧，从不会放他出去野，生怕磕着碰着，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。父亲去隔壁村找了趟张瞎子，回来后就让我去集市上买些糯米啥的回来。我拿着东西刚赶回家，就看到村民看我，脸色都变了，纷纷把窗关紧了，心里一下子有点不是滋味。但到底是爷爷惹出来的祸事，也就没说什么。到家门口时，我隐约听见里面奶奶在和小姑吵架。你那时候怀不上孩子，进山迷路后，为什么第2天就怀上了？你偷摸着和你爸嘀咕什么了？奶奶嗓子尖利，又急又气。小姑磕磕绊绊，愣是往别处扯。你是不是要我这老婆子死了才甘心？父亲喝道。妈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姑声音带着哭腔。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胡乱说的。当年我一直怀不上，不小心在山里迷了路，然后碰到了一只黄皮子，我只是说了句，要是能让我有个孩子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可谁知那东西像能听懂一样，朝我点点头。他还说合适的时机会来，我怎么知道他会索取到爸身上？奶奶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是你后来再也没进过山，那东西找不到你，就找了你爸。我以为是巧合，哪能那么准？他说怀就怀，何况爸知道后，进山没能打死他，倒是打瞎了他一只眼睛。一阵沉闷的拍打声传来，奶奶气得呼吸急促。你们爷俩就知道骗我，恩将仇报的东西！你个糊涂蛋，要孩子去庙里求啊，拜啊！为什么和一只野物求？母亲的声音也插了进去。所以我家婷婷是受了无妄之灾吗？凭什么我家受这祸？婷婷是有大福气的，张瞎子不是说过吗？让他去山上找柳仙就能救命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我听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里头乱作一团，争执不断。可豆豆虽然性格冷淡，但他长得好看，乖乖巧巧，我平日里也是很疼他。山上柳仙有没有是另一回事。我推门走了进去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小姑尴尬地低下头，父亲叹了口气，只有母亲和奶奶眼泪汪汪地望着我。小姑，豆豆到底生的什么病？前天是豆豆生日，那时候还好好的，而且临走时是姑父故意不愿意送爷爷吧。早知道爷爷好几年没走山路了，平时也一直绕远路走。奶奶站起身来，一巴掌打在他的后背。糊涂玩意，你到底瞒了多少事儿？小姑这才崩溃了。自打那天生日后，豆豆就忽然变了。他半夜偷鸡去吃，跑进鸡窝里，把里面几十只鸡全都咬死了，扯着鸡脖子喝血。我和他爸吓坏了，天一亮就将他捆去了医院。豆豆喝血，这行为怎么和爷爷一样？要知道被猫惊后，那尸体就成了僵尸，回头铁定喝血咬人。豆豆没死，怎么也有了这习性？小姑瘫软在地上。其实生日之前，她就开始不爱讲话了。原先是不喜欢和我们沟通，后面是只和那只猫讲话了。我以为她得了自闭症，就把小喜给丢了。猫不见后，她跟疯了一样找猫，找了几天也就安静下来了。我以为她没事了。小姑泣不成声，眼神逐渐惊悚。她不仅半夜偷鸡吃，还趴我床头，直愣愣地盯着我的脖子。
现在他还在医院捆着，一心想跑，医生也看不出啥毛病来。我倒抽一口凉气，半晌，奶奶叹道：“这都是债啊。”母亲嘴唇嘀咕了一下，没了声音。我知道她也有点可怜豆豆了。我们几个匆匆布置了下屋里，地面撒满糯米。父亲让我去和村里说下，拿着糯米给他们分分。可没人接受我的糯米，甚至门窗紧闭，还赶我走。无奈，我提着半袋糯米到了村长家，村长接了下来，让我赶紧回去，他也想想办法。夜色降临后，我打算打着手电筒去山里找柳仙，父亲却把我叫了下来。他抬头望望天，今晚的月亮是毛月亮，看着让人心慌。正在这时，村里狗吠连绵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闯了进来一样，鸡鸭畜生都开始躁动起来。白天，父亲从别处借来的大黑狗就牵在门口，他不安地龇牙低吼着，两只耳朵高竖起，眼里流出一丝人性化的惧意。突然间，所有家畜的声音全部消失了，大黑狗趴伏在地上瑟瑟发抖，一滩黄尿从屁股后头蔓延开来。父亲低咒了一声：“没用的东西。”头顶传来瓦片松动的声音，像在静谧窒息的空气里丢下了一颗炸弹一样。所有人严阵以待。一只三花猫跳了下来，是小喜。它对着月亮喵呜一声，坐下来开始舔起自己身上的毛来。我松了口气。乍然间，屋顶又跳下来几十只野猫，所有的猫都对着月亮齐刷刷地叫，声音瘆人，如同婴儿啼哭一样。父亲拿着火把赶走了它们。叫什么叫？赶紧滚！母亲护着我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风暗的角落里，总觉得会跳出来一只怪物一样。一个身影慢悠悠从墙后跳了进来，僵硬怪异的走路姿势让我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借着月色，我们赫然看清了眼前的人影，居然是爷爷。他肩上站着一只黄皮子，瞎了一只眼，又没了尾巴的黄皮子。他举着只死鸡在撕扯，骨头吞进嘴里，咬得嘎嘎作响，血珠子滴答在地上。看到我们，明明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我还是从他眼神里看出了丝怨恨。他把死鸡丢了过来，爷爷立马一蹦一蹦跳了出来，张嘴就要咬人。父亲抓了把糯米砸他身上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好像炒豆子一样响起，一阵烤肉味道传来。爷爷只是摇晃了下，又扑了过来。黄皮子朝我跑了过来，被母亲拿棍子挡住了。奶奶将我拉在身后，吹有头债有主，我老头子已经抵命了，你放过我孙女。黄皮子龇了龇牙，眼珠子盯到一旁的小姑身上，小姑吓得一哆嗦，双腿软下，磕头求饶起来：“求求你，我爸已经偿命了，你放过我吧，也放过豆豆。”黄皮子飞快一爪子挠过，小姑啊的一声，捂住眼睛在地上翻滚，血从指缝中流出。我们看得心惊胆战，父亲按都按不住他。苏铁生本就欠我的，我给你一个孩子，他居然想要我的命，现如今还断了我的尾巴，你们苏家无德！黄皮子声音尖细，就像个小孩子一样，说起话来比手画脚。要想我放过你们，好啊，拿他来换！他把爪子指向我，母亲和小姑的声音同时响起，我背上起一股冷汗。黄皮子带着爷爷走后，奶奶拿起棍子打在小姑腿上，本就糊了一脸血的小姑痛得大喊：“那要我怎样？难道今天把我们全家都杀了才行吗？”母亲抖着手大骂：“你儿子是儿子，我女儿就不是女儿吗？”小姑闭着眼摸索过来，不停叩头：“嫂子，我不会让她害婷婷的，她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刚才那局势，我要不答应，我们全家都得办丧事了。张瞎子说，只要婷婷找到柳仙就可以救命，你快让她去找柳仙。”奶奶既心疼她瞎了眼睛，又恼怒她的自私。父亲给我找了个手电筒，
让我上山去。他想陪我，被我拒绝了。张瞎子说了，只能我自个儿去。山路崎岖，月色朦胧，不知名的鸟儿扯着嗓子躲在树上叫唤。我抖着腿，一路念着佛祖保佑，一路往山上走去。张瞎子也没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柳仙，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在我第4次看到路过同一个树桩时，才发现坏事了。我陷入了鬼打墙，身后传来几声嬉笑。回头一看，一只黄皮子不远不近地跟着我，像孩童恶作剧一样望向我。这个不守诚信的东西，居然戏弄我！我生怕他扑上来，急得额头直冒汗。正当我不知所措时，树上传来个声音：“你闭着眼睛走，别睁眼，数到100再睁开眼。”这声音怎么那么像二虎？小时候我们玩捉迷藏，找人的那个会背对着树末数到100。我连忙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到100，才睁开眼，发现眼前山雾退去，已经走了很远了。身后的黄皮子也不见了踪影。我叫了几声二虎，却没人回应，于是只能继续往前走。老一辈说过，山上有个乱葬岗，我们从来没去过，胆子再大，对于这种坟堆还是有畏惧心的。可今天我却误打误撞走了进来，凌乱的骨头被野物刨出来，翻了一地，一不当心就会踩到一根骨头。绿油油的鬼火听到声音都围了过来，我壮着胆子穿了过去，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，愣是没找到柳仙在哪里，反而迷路了。我都有些绝望了，我都怀疑张瞎子是不是在骗我。这片山林，我小时候进来过很多次，却从来没发现这么陌生过。眼泪在眼眶里开始打转了，我一脚踢飞了一块土疙瘩，开始抱怨：要死就死吧，谁怕你？一旁的柳树后突然绕出来一个男人，白袍长发，看着就像古人一样。姑娘，你去哪里？我愕然，有一丝总算见到活人的惊喜。我找柳仙，可找不到，还迷路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男人抬头看了眼月亮，说道：我在等人。那你等到了吗？我疑惑道：等很久了，终于等到了，所以我要走了。你要和我一起走吗？也不知为何，和他对话时，我觉得整个人涌上一股暖气，原本沮丧的念头消失不少。走，明天我再问问张瞎子怎么找柳仙，我们2个。他走在前，我跟在后面，没过一会儿就走回了熟悉的小路上。快到山脚下时，他叫住了我，说要走了。我有些遗憾，还是和他招了招手。对了，我叫柳长生，别忘了。柳长生叮嘱道。我点点头，这名字真是奇怪，村里人没人姓柳。那他是哪里来的？姓柳？难道他就是柳仙？我恍然大悟，再去看时，柳长生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回去后，父亲坐在门口等着我，见到我回来，立马问我有没有找到柳仙。找到了，他大喜。那他人呢？他什么时候来？我不知道，我忘了和柳仙说帮忙的事了。小姑蒙着眼靠在门上，难过极了，是我害了你。母亲抹了把泪，看到小姑那样子时，又把难听的话咽了回去。我这才发现，门口的2旁撞死了不少乌鸦，黑黢黢一层，在空气中给人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。父亲让我赶紧进去，他拿了铁锹出来，把乌鸦都堆一起，挖坑想埋了。可村长带着村里人都赶了过来，有些人手里拎着死去的鸡鸭鹅等，见到遍地的乌鸦，不由自主往后退了一步。村长无奈道：乌鸦上门，这是祸事啊，是我们连累了村里。父亲朗脑点头，村里的损失我赔。他让母亲进去拿钱。这功夫，隔壁的周婶不满了，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？昨天死鸡死鸭，今天呢？
村里还有不少小孩呢，我孙子吓得今儿一大早被他妈送去省城了，没走的咋办？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死人？大家脸色一变，陆陆续续有人开口道：“要不你们搬家吧？”对呀，你们走了，说不定那东西就跟着走了，总不能拖累我们大家啊！都是几十年邻居了，我们也没几年活头了，可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啊！众人的谴责和哀求砸落在父亲的脊梁上，我能明白他的愧疚，可更多的是无奈。二虎的爹娘眼底闪现一丝不忍，我想了想，走上前，把昨晚的事儿说了。二虎娘拉住我的手，疯狂求证：“真是二虎，真是他。”小时候和村里孩子玩时，只有二虎会让我数到100，其他人都是60。我想了想，确定道。村长连忙派了几个人上山去寻找我说的那个地方。这时也没人赶我们走了，大家面面相觑，静候着消息。2个小时后，二虎爹背着个麻袋，眼眶通红的回来了。他们在我说的地方找到了二虎的尸骨，原来他就在树上的一个鸟窝里，那窝也不知是什么鸟的，有半米宽。二虎小小的身躯被吃的只剩下了白骨，他还是凭着那身衣服认出来的。村长沉默不语，良久，望着我说道：“张瞎子说，你找到柳仙就能救命。婷婷，你找到了吗？”我找到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让他来家里，也不知道怎样才会救我们。那行，那就再给你们1晚上，要是柳仙不来救大家，那明天你们就走吧，这样大家没准都能活命。村长一摆手说道，村里人也默认了下来。父亲感激的连声说：“好。”中午的时候，医院给小姑打来电话，说是豆豆失踪了。小姑急得跌跌撞撞跑出去要找人，却和来报信的姑父撞在了一起。姑父看到他眼睛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脸色白里透青。他和父亲一起去找了张瞎子，把他请回了家。张瞎子算了算，让他们去山上找，折腾到快傍晚，才把豆豆背回来。他们在一个树洞里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他，给他放床上擦脸的时候，我从他领口瞥见一簇熟悉的黄毛。他不是说放过豆豆了吗？这黄毛让我们全家的头顶上又压了块乌云。爷爷还失踪着，豆豆又昏迷了。张瞎子摸了把豆豆的天灵盖，魂丢了，准备吧。准备什么？姑父眼里满是不可思议，手紧紧抓着豆豆的胳膊。魂找不回来，就准备后事。张瞎子说的话让我心里一抖。小姑捂着嘴哭得浑身颤抖，所有人都瞒着奶奶，只说豆豆太累了，睡着了。我问张瞎子怎么找，他瞪着无神的眼珠子向我：“你去你爷爷灵堂里拿根蜡烛，等天黑了就上山，到这孩子走丢的地方叫上3声他的名字，要是烛火变绿了，就立马回来了。”母亲无奈地看我：“小心点。”我点头过后，去爷爷棺材前找了根蜡烛。天黑后，吃过晚饭，我就举着蜡烛往山上走。夜风呼啸，雪灌在领子里，冻得我一哆嗦。奇怪的是，这烛火却一动不动。身后有个声音突然唤我：“婷婷，豆豆醒了，你快回来。”是父亲，他跟过来了。豆豆醒了。我脚步一顿，差点回过头去。但不丁想起张瞎子的嘱咐，他让我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回头。父亲见我不说话，闷头往前走，不由怒了：“黑灯瞎火的，你往前走做什么？赶紧跟我回去！婷婷，快听你爸的，你也是我女儿，难道我会害你？”母亲的声音也出现了，我头皮一阵紧锁。婷婷，你爸妈的话也不听了，那奶奶的呢？3人在身后语气逐渐凶狠，我脚步越来越急，差点摔倒的时候，一双手稳稳扶住了我，吓得我尖叫声都卡在了喉咙里。往前走，不要理就行。平常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身边，知道了他的身份后，再次见到他，
我心里立马放松下来，奶奶破口大骂：苏婷，你宁愿跟着野男人走也不回家，不孝子孙，是不是我们死在你面前，你才肯回头？平长生冷哼，我的人也敢肖想。身后没了动静，我看着手里的蜡烛，不敢问他那句我的人是什么意思。到了树洞口，依稀可见洞的边缘有不少爪印，陈风才是豆豆的大名。我连喊了3声，却没有任何动静。陈风才，陈风才，陈风才！我又提高了嗓音，山谷里回荡着我的叫声，伴随着风的呜咽声，像远处有人在回应我一样。手里的烛火微微一颤，一阵阴风在我面前打了个旋儿，烛火转眼就变成了绿色。我激动地连忙拿手护住。柳长生伸出手指点了下我的额心，方才还冻得打哆嗦的我，立马感觉到一股暖流涌上来。山里不干净，你阳火太弱了。柳长生和我解释道：谢谢。我连忙道谢，他护送我下了山。我在门口见到了等候的姑父，他接过蜡烛，把它交给了张瞎子。半个小时后，里屋传来声响，豆豆醒了。他说他做了个梦，有个戴着小帽子的孩子来医院找他，说带他去玩。豆豆迷迷糊糊跟着他一路到了山上，两人玩到天黑后，豆豆想回去，却被他一把推进树洞里。奶奶在门口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她虽老了，却还是猜到了发生的一切。苏月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要还债，你们夫妻俩去还，别折腾你哥和你嫂子他们。姑父把豆豆哄睡了，咬牙说道：我去宰了他。龙图，你爸都死在他手上了，你嫌死得不够快吗？你看看苏月的眼睛。奶奶老泪纵横。张瞎子磨了磨手里的拐杖，插嘴道：你们命不该绝，苏婷有柳仙庇佑，黄仙带不走。姑父眼睛一亮，那要怎么化解这仇？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不需要你做什么，让陈风才出马立堂就行。等到黄仙这怨气散了，日后位列仙班了，也是对你们陈家一大福气。不行，小姑一口否决。豆豆才10岁，怎么可以？不行就算了，买好棺材一起下葬吧。张瞎子站起来想走，被父亲拦了下来。苏月，豆豆本来就是黄仙送给你的，日后有黄仙保佑，豆豆就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。说到底也是你做的错事。奶奶让他闭嘴，一口应了下来。隔天天一亮，父亲就去集市上买了要立堂的东西。张瞎子跟我说了步骤，虽然我没供奉仙家，但要让我借柳仙之力，帮小侄子走完这步程序。我见柳长生时，一直在晚上，不确定白天他会不会出现。可就当我真正开始时，显然感觉到身边有个人影，在握着我的手，一步步教我。旁人都看不到他，只有我感受到了。还有张瞎子，他面露敬意地看向我的身旁。仪式很快就完成了。豆豆一觉睡到了傍晚，一醒来就直直地盯着小姑。我会庇佑陈风才，助他远离鬼魅，但你眼瞎是报应。苏月，你认不认？这声音居然和黄皮子的一模一样，就连表情也是。小姑缩了下手，害怕地说道：我认，你命中本无子，是我给你送来的，所以既然这孩子接了我的堂口，我就不会不管他。豆豆摸了摸下巴，继续说道：苏铁生打下我一只眼睛，又砍断我尾巴，毁我100年道行，他以命相抵，你们服不服？父亲点头，服。可老爷子终归去了，可否让他入土为安？看在柳仙的份上，我告诉你他在哪，你们去落阴窟找吧。苏铁生说过，日后不还愿，自愿去落阴窟受罚。说完，豆豆两眼一翻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只不过多了些生气，吵着要吃饭了。只有父亲他们发了愁，落阴窟是这村子里的禁地，建村之时，
凡是犯下弥天大错的人，都会被送到那里接受天罚。想不到老爷子喝了酒，什么都敢往外说。后面几百年里，村里人都觉得那地方不吉利，便不再过去。有时候上山打猎经过，都会躲得远远的，因为总会听到里面传来瘆人的叫声，不像人，也不像野兽。父亲和村长说了下，事情解决了，准备去接爷爷回来。我提出要和他一起去，父亲刚要拒绝，想到柳仙，又同意了下来。落阴窟在背山处，常年没有阳光，洞口藤蔓比手腕还粗，蚊虫都没有一只，一拨开就被一股腥臭的阴气扑了一脸。我提脚进去，却感觉脚底下软绵绵的，像踩在棉花上一样。低头一看，一层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被我踩塌了下去，有些顺着裤脚往上爬，咬在肉上，疼得人牙花子都在抖。父亲赶紧替我拍了下来，我们扎紧裤管再往前走。虫子底下埋着一层白骨，墙壁上挂着许多眼睛，像幽灵一样。我咬住嘴唇，躲在父亲身后，手电筒扫去，居然是一群蝙蝠，被光一照，全都往外飞去，像一支大军一样，让人惊触。终于，我们在落阴窟尽头找到了爷爷，他被倒吊在崖壁上，一双腿已经被啃成了骨架，周围一群不知名的虫子围在那里，不敢靠近。头顶下，一条大白蛇盘绕在那里，看到我，冲我吐了吐蛇心子，随后走了。强烈的直觉告诉我，她就是柳仙，是她保护了爷爷的尸体。若非有柳仙守护，这会儿恐怕爷爷只剩下骨架了。父亲跪下，朝爷爷磕了3个头之后，才找工具弄下了爷爷的尸体。他把它装在麻袋里，一路背回了家。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爷爷穿着寿衣和我说，我不该口出狂言，打瞎了黄仙的一只眼睛。既然他给了你小姑一个孩子，那把我气运拿走也是应该的。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，替我谢谢柳仙，让我没被虫子吃光了肉身，下了地府还能有半副皮肉。等我还完债，我就又可以去投胎了。爷爷走后，又有一个身影从白雾中出现，秀气白皙的脸庞正是柳长生。他站定在我面前，摸了摸我头，我还以为等不到你了，既然我们有缘，以后我会帮你的。我还想问他什么缘，他却塞给了我一片鳞片，嘱咐我好好带着，以后有需要默念他的名字就行。醒来时，我发现手里握着片洁白如玉的鳞片，原来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我把梦给父亲说了，他冥思苦想好久，猛地一拍手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小时候家里地坑坑洼洼的，我就寻思铺成水泥地，你在旁边玩的时候，从台阶下面翻出一条小白蛇，筷子粗细，还拿在手里玩。当时你妈吓坏了，那蛇要不是被你翻出来了，说不定被水泥封死在下面了。等到她冬眠醒来，就彻底出不去了。柳仙说的缘，应该就是这个吧？怪不得她说在等我，应该就是在等着我长大后来庇佑我吧。可她也没说要做我的保家仙。去返校前，我拎着酒去看了张瞎子一趟，他摸着我的鳞片，脸上死气沉沉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。7寸鳞？什么是7寸鳞？我不懂。蛇有7寸，柳仙把7寸上的鳞片给了你，这是大恩惠。苏婷，你千万莫负了柳仙的信任。我心里有丝惊讶，万物有灵，却没想到我偶然间的善举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